各位媒体朋友，国人同胞，大家好。明天开始就是农历春节连假，但是呢，我们国家安全是不能休息的，因此我们特别在过年前夕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针对各项正在发展中的国际及区域的情势，包括台美关系、区域安全以及全球疫情的后续发展，我们做了交换意见及讨论。那国安团队春节会持续的守护国家，请国人同胞放心充电，储存明年继续打拼的能量。那今天的会议有4个主要的结论，要跟国人同胞来报告。第一点是台美关系依然稳定，并没有因为美国政权更替受到影响。美国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台美关系持续的稳健发展，大家都从媒体报道看见，无论是萧美琴代表应邀参加的就职典礼，或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会听证上的承诺，确保台湾防卫的能力，那么更不用说国务卿布林肯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在都显示台美双方在交流合作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有所变化。我们也注意到这段时间，美军基建多次以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现状遭到挑战时的明确的态度。那么，我要求国安团队要持续和美国新政府、国会以及朝野政党、民间各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维持最好的沟通状态，在变动的情势中能够掌握先机，及时而且有效的反应之外，也能够持续深化在各方面与美国的合作，尤其是在经贸战略上的对话。第二点，台海的和平稳定已经从两岸关系的范畴提升到印太区域，甚至是全球的焦点。我们和相关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请国人对台湾安全保持信心。过去1年多来，对岸的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频繁活动，甚至侵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这些动作都不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现状。面对变动中的区域的局势，我们会持续的提升自身的防卫力量，来因应各种新形态的军事作为的挑战。同时，我们也会透过对外沟通跟交流合作，和各国共同为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现状做出最大的努力。当然，我要再一次的重申，面对两岸关系，台湾一贯的立场就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疫情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也期待两岸人民会逐渐恢复正常有序的交流。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我们也愿意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但我也要提醒，两岸的和平不是台湾单方面的事情，关键的钥匙也在中国的手上。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对台湾文攻武吓，对两岸关系并不会有什么帮助。在欢庆华人世界共同的传统佳节的时候，我们要在此祝福对岸人民新春安康，也希望能共同促成两岸的和平稳定。第3点是全球疫情依然严重，但我们在疫苗取得上确实有进展，请大家无需太过忧心。昨天指挥中心已经宣布初步取得20几万剂的疫苗，这几天政府各部门也密集的开会，针对后续的疫苗的取得，我们将采取多源头、外购及国内研发双轨并行的方式，以确保得到足够的疫苗。虽然在这个阶段暂时无法跟大家报告细节，但疫苗的数量跟施打的顺序，我们都已经在规划当中，请大家不用担心。第4点，针对新一波的立百病毒的风险，我们也已经要求卫福部及农委会
务必掌握新兴疫情可能的发展，超前部署。相信过去1年多来的对抗疫情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妥善因应危机，克服挑战。那么这一次的疫情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从立百病毒的例子来看，未来我们也可能面对新型病毒不断出现的挑战。那么在会中，我有请赖副总统跟陈前副总统共同主持一项计划，针对未来病毒及疫病发展的情势，做整体的了解评估，并在中研院及国卫院的协助之下，提供行政部门做先期部署的指引。最后，在春节连假开始之前，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坚守岗位的同仁，也再次的提醒国人同胞要勤洗手、戴口罩，做好防疫。我们一起团结守住了疫情，让台湾有个好年。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